我是林默，我才是林默。郡主，杀哪个？啊，实在分不清哪个是真的。让你绑个人过来，你就是这么办事的？郡主，小的该死！前天晚上去划船绑人，黑灯瞎火的，发现这俩小子长得一样，索性就都绑回来了。去看看哪个易容了，杀一个留一个。终于成了。天杀的，老子刚穿越就遇到死局，不行，我必须得想个办法活下来。给你们每个人一次机会，证明自己是通州知府之子林默，真的那个活下来。至于假冒的那个，我才是林氏之子林默，如假包换。你们看，此人衣衫不整，奇装异服，肯定是假的。快杀了这个假货！你呢？你有什么想说的？绑架知府之子不杀，却要辨别真假，说明他和林默根本没有世仇，而是想利用林默的作为筹码来要挟，换取点什么。你个登徒子，敢占我便宜！反正我也活不成了，倒不如死之前过把瘾，能在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只不过我死之后，你可什么都得不到了。你知道我在找什么？要是敢炸我，你知道后果。信不信由你，你可以杀我，能死在你这么漂亮的女人手上，我也知足了。但我是林家独子，我死后，我爹一定会追杀你到天涯海角，你也得给我陪葬。无耻！咱们也算是双宿双飞。他这么想死，你们还在犹豫什么？杀了他！回去之后，我会让我爹给你们很多很多银子，让你们几辈子都花不完。传闻苏州第一子林默纨绔至极，此人此时还想着占我便宜，他必是真的，那另外一个就是假的了。聒噪！终于活下来了，当务之急是想办法逃离此地。可刚才来的路上，我观察过，这里是一处小岛，外面有山贼守护，根本逃不走。怎么这么骚？谁在外面蹲尿呢？这是萧石！我想到逃出去的办法了！你们这群土鳖，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知识就是力量。硝石、硫磺、木炭，按照4:2:1的比例装进陶罐，再加一把碎铁哨压实，就是土法手榴弹，成了！老方，晚些时间给院子里的公子哥送些吃的，这几天他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。等过了这几天，咱们兄弟就熬出头了。透透气就回去吧，别让弟兄们难做。我马上要离开了，来跟兄弟们告个别，毕竟相识一场，咱们好聚好散。离开？你在说什么鬼话？我不仅要走，还要光明正大的走，而且我还要放烟花庆祝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林默离开了。别说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纨绔公子，就算绝世高手，到了我这儿也插翅难逃。是吗？哎呦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的肚子这么痛？我得去一趟茅房，你们给我看好了这小子。我也来感觉了，不对劲儿！今天这饭菜不对劲儿，一定是有人在里面下了泻药。往饭菜里面下药，太费劲了。我是给你们的酒里下了药。再给你们听个响，这是哪个杀千刀的往茅房里面埋了火药？让我抓到，我非活剐了你！我这是干哪儿来了？过来，帮我搓背。红玉，你今天的手劲儿怎么这么大？弄疼我了。你是什么人？夫人莫慌，在下林默被贼人追杀到此，还望夫人能伸出援助之手，赠予几件像样的衣服，给口饭吃，在下日后定有厚报。淫贼，你骗谁呢？仔细点儿，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找
到那小子，我要一刀一刀剐了他！夫人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得罪了。你干什么？周虎，此处是我私宅，你也敢闯？我等无意冒犯夫人，只不过郡主捉的一个贼人逃脱了，我手下亲眼看到他进了夫人的院子，所以……那你们搜到了吗？哪有什么贼人，分明是你见色起意！现在马上滚出去，不然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是，夫人息怒，我等告退，告退。滚出去！我要穿衣服。哦，进来吧。我江灵一从不救废物，公子最好有能抵动我的东西，不然我可不会乱发什么菩萨心肠。我确实想报答夫人，只是我是在逃亡，身上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。等我彻底安全了，再报答夫人如何？你当我是刚情窦初开的丫头，那么好骗？今天要是你不能让我满意，我就再让人把周虎叫回来。这是过敏性皮炎？你个淫贼，干什么？快将我放下来，不然我可喊人了！坐着别动！什么啊？别动！这东西快速渗透，只养快人一步。我就知道你没什么真材实学，色胆包天的想要吃我豆腐。我这就让人把周虎叫回来，将你碎尸万段！夫人，感觉如何？这疹子困扰我多日，每天夜里睡觉都痒醒，没想到竟然被你治好了。传闻中的通州第一纨绔林默，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！这么说，夫人肯收留我了？我进府之后并未报上姓名，为何夫人知晓我的身份？这便与你无关了。红玉，去带这位公子沐浴更衣，再给他些吃的。今晚让他住在这儿。是，公子，请跟我来。此人虽然纨绔，但能从周虎手中逃脱，还有神秘手段，他或许能帮我解脱困境。回郡主，林知州仿佛只想应付了事，悬赏了5000两银子寻求爱子的下落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好像林默不是他亲生的。罢了，今晚就把那小子抓回来，打断他一条腿，连夜送去林府哀嚎一圈，然后把人藏起来等结果吧。郡主，林大人毕竟是朝廷命官，如此做未免不妥吧？我听闻有人不满那次科举黑幕，去京中告状，引来一大儒，欲要考效那林默。若有人借机发难，林知州能否苟活都难确认，不如行果断之事，
趁早将漕运贪污的名单拿到手。是。姐姐真是富有且大方。林公子，你过来。家里没什么新的男人衣服了，公子见谅。夫人太客气了，这就很合身。都说滴水之恩须涌泉相报，我对林公子的可算是救命之恩，你准备怎么报答？夫人想让在下如何报答？不如便让公子以身相许，如何？巧了，正好我也想一探究竟。你还真是不见外。迟疑是对夫人身材和样貌的侮辱。谁说要你身子了？你这泼皮无赖！我要你为我江氏商盟做事，期限50年，不过分吧？50年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上一世老子就信了什么996虎豹的鬼骂，重活一世还想让我再做50年牛马？别人都以进我江氏商盟为荣，你竟然推辞，那就先干5年吧。每年我给你10万两银钱作为报酬。1年也不行。你既不愿意入我江氏商盟，那你打算怎么报答我的救命之恩？可以用钱，绝不卖身。行，那等你什么时候给我10万两黄金，咱们就算两清了。10万两黄金，那就是100万两白银。夫人，你怎么不去抢钱？小郎君，你还小，不懂得我们女人最喜欢的就是金子。我江氏商行开口，怎么会要白银呢？你就不怕我赖账？你去打听打听，整个大钱，谁敢赖我江灵一的账？红玉姑娘，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林公子，看你紧张的，你放心，没我的命令，红玉不会动手的。好了，红玉，把匕首收起来，退下吧，别吓唬林公子了。今天开始，你要打工还债。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这些账本整理好，把姐姐哄开心了，姐姐就送你回家。送我回家？你爹林之舟可找了你好些时日了，若是让他知道你在我这里，不免又要来叨扰我。1个月之内，你就在这里整理账本吧。漂亮的女人都这么无耻吗？不过我竟然穿成了知府之子，为了回去当混吃等死的富二代，就帮他一回。古人还没学会阿拉伯计数法，而且这记账方式也很落后。看来是时候给这些人一些4笔计算震撼了。夫人，你就这么把咱们商行的账本给了林公子，不怕出问题吗？放心，那些都是陈年旧账，何况整个商行的账目都在这里了，没有10天半个月，根本算不清。这是……夫人，账我已经算好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是说江氏商行所有的账？若是不信，夫人可以自己看。这些符号是？哦，这些是方便运算的。运算？就是将这些化繁为简的数字进行加减乘除，效率可提升100倍。另外，你们的记账方式也有些问题。如果把成本利率、回款率、ROA 做成统计图，能够更直观地体现账目。
虽然听不懂林公子在说什么，但就是感觉很厉害。林公子的智慧天下少有，大智若愚。那我就更要把他牢牢握在手中，日后为我江家所用，带领我江家一飞冲天。快去做些好的给林公子。林公子，你继续，尤其好好讲讲那个什么力 ROE， 那是什么东西？江姨，是我。小玉，来的是我外甥女，她最喜算术之道，见到你一定很开心。不好，是绑架我的那个母老虎的声音。我刚让他的山寨自由飞翔，要是被他发现我在这儿，岂不是要脑袋翻肩？夫人，我大姨妈来了，不能见声，你帮我回绝一下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那里不行！就拿这个考验干部，哪个干部经不起这样的考验？江姨，这是怎么了？这么晚都不给我开门？没事，小玉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段日子路过，便过来探望一番。对了，江姨，这段日子可否见到一个可疑的人？可疑的人，通州清河郡知府之子林默。江姨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？他也在找林公子，不行，若是让他发现林公子在我闺房，我的名声岂不是败坏了？可能是今天风大吹的。对了，你所说的林公子，我并未见过。谁？江姨，您屋里有人？玉儿，别！江姐姐，天凉，给小生拿件里衣过来可好？江姨，你什么时候也变得如此放浪了？竟也学那些贱妇玩弄面主了，还玩得这么花！是你，江姨，江北那些妇人整天说您大婚当日克死了丈夫，面首换了一个又一个。只有我相信江姨您是冰清玉洁的，结果，春天来了，又到了动物的季节了，对吧？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我这老树还不能开几枝花了。我江灵一是什么人物？玩玩男人怎么了？我要把他带走。他现在是我的人，你不能动他。江姨，既然你护着他，那我走行了吧？你这孩子，回来！你不是说你不能见生吗？还主动把上衣脱了！夫人且慢！慢你个头！小子，我待你一程，你就这么坏老娘名声是吧？你给我站住！夫人，你听我狡辩！今天你要是说不出来个1、2、3，我就把你扔到江里喂鱼去！此事都怪你那蛇蝎心旁的外甥女，为了要挟我爹，不仅将我掠到孤岛，更是找了个相貌和我相同之人，在外辱我名声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对我施加酷刑，连饭都不给一口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我趁他外出办事，才从那个水匪窝子里跑了出来。在下艰难逃生，幸蒙夫人搭救，感激不尽。
只是刚刚又遇到那女恶霸，一时情急才想出此等下策，冒犯了夫人。行了，这件事我会调查清楚。你抓紧时间收拾下自己，晚些时候我就送你回家。送我回家？完了完了，我这假理工一旦回家，岂不是要被拆穿了？老爷，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？我教育你多少次了，男人要沉稳持重。老爷，天佑林府公子他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那小子回来了？坏了，还以为那小畜生被撕票了，怎么就回来了？不是说沉稳持重吗？怎么跟猴子上树一样？你先去前厅，我稍后就来。奶奶的，真正的林之舟被我杀了，我是圣教安排在通州的卧底，不会被这小子发现了吧？那老壁灯这么看着我，难道是察觉到我不是他原来的儿子？不行，我得试试他。龟儿，爹，龟儿，这般与我热情相拥，没怀疑我的身份，到底什么情况？这位夫人就是犬子的恩人吧？墨儿，还不快请贵客进门？夫人，入内说话吧。我将林府公子救回，怎么也担得上一句林府恩人。怎么这林之收还拿腔弄调？一个小小的五品官，装腔作势。千万不能暴露，少说多看。感谢夫人搭救小儿性命，林家不胜感激。林大，快去取些银钱，以作答谢。原来林家独子只值这几百两银子。夫人说的对，不仅是独子，还是个瘪犊子。我家夫人的意思是，林公子光是欠债就欠了我们江氏商同10万两黄金，如今这区几百两，就想把我们打发了。什么？10万两黄金？儿子，你这是欠了一屁股债呀！我是还不起，不行就把这一屁股卖了吧。关键是我这居部也不值这个价呀。墨儿啊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也该独当一面了。以后出去闯荡，别说你是我儿子，用你自己的名字去闯出一片天地。我林家儿郎向来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以往是为父对你太过纵容，如今是时候学会自己扛起责任了。还真是光速切割啊，老壁灯。我还有事，就不听你们父子在这互相甩锅了。但林墨，你记住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以后每训来我烟波楼报个到，不然……自然。逆子，差点丢了性命不说，还欠了10万两黄金的外债。还不是您不够努力？我都做到一夫之州了，还要多努力啊！为父和你说了多少次，不要惹事，不要惹事，就是不听。来，将你近几日的事情事无巨细的说来听听。难道这老壁灯发现我是假冒的，对我有所怀疑，得想办法掩盖过去？我不记得了。自从那日我的头上挨了水匪一闷棍，我就忘记了很多事情。不仅如此，还时常头晕眼花。你真的是我爹吧？我不是隔壁老王的儿子吧？确实是失忆了，人家隔壁姓刘。老爷，看来公子是当真摔坏了身子，还是让公子早些歇息吧。有什么事儿，明天再说。你先把墨儿带回房中，好生照顾。另外，吩咐厨房给墨儿炖一些燕窝补身子。这小子到底是真失忆，还是在跟我演戏？
不行，我得跟过去看看，不然我圣教卧底的身份暴露就糟糕了。墨儿，你真的失忆了吗？我叫林墨，我失忆了，被江夫人所救，无奈欠下10万两黄金，以身抵债。这小子脉搏平缓沉稳，不像说谎。爹，刚才你……没什么，就是不太放心你。好了，墨儿，早些歇息吧。还好我机灵，要不然就被这老逼更发现了。但是要彻底打消这老逼更的疑虑，还是得徐徐图之。公子，身体恢复如何了？好多了，只是头还有些阵痛。我这就找些新仆生来照顾公子的饮食起居。新仆从？原来那些呢？哦，此前您的仆从皆因为您失踪，看管不力，被老爷打发郡里下县的农庄去了。那我叫他们回来？不用，别让他们回来，找回来，我不是露馅更快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本公子要洗心革面，苦读诗书，不需要那么多护手了。那怎么成？随身护工乃士族门面，怎能没有？再说，您现在还是这清河郡上一轮乡试里拔得头筹的解元，怎能没有牌面？等等，你说我是啥？解元？哦，忘了公子您失忆了，您可是去年的乡试第1名，是个如假包换的解元啊！我能考上解元？当然了，公子您才思学敏，若是肯用功，若生科举状元都手到擒来。小的还记得当时那仙士榜一贴出来，满城士士都奔走相告，一个个那是脸红脖子粗，全都去府衙祝贺。不过都被老爷请了回去。脸红脖子粗，嘴里是不是还骂娘？公子您真聪明。我用你夸我，去那边舔去。倒是个不折不扣的反派剧本。看来原主这老爹还可以，知道为自己的儿子谋取利益。最近忽然疏远，定也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。好了，公子，您快用早膳吧，待会儿可别忘了过去。过去？去哪儿？当然是老爷规定的成婚定血啊！老爷特意吩咐了，每天都要去。还要晨昏定血？这个老登破事真多。但本公子现在都是纨绔了，还要遵循他定下的规矩。等我吃完饭，本公子带你去见见大世面。公子，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公子说的大世面，一定是去青楼。那等一会儿到了，我要来10个。公子，你不是说带我去见大世面吗？都带你来赶集了，世面还不大吗？干啥呀？打一次鬼走去满缸子火，你这是我们这礼物了，才不兴这个帮子。你的这些东西我都不要，帮我做一根中间镂空的细铁管，大概这么长，再给我打几颗铁珠。公子，您做铁管铁珠干什么？我要做一把800米开外可取人首级的神兵利器。公子，大事不好了！您乡试舞弊的事东窗事发了，京中派人下来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什么？
林大，这事儿你了解，你且说说看，这逆子是如何舞弊的？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，我只能壁虎断崖，大义灭亲。老爷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装糊涂呢？公子相视舞弊，不就是您亲自安排的吗？是我吗？是啊，我还在旁边给您搭了把手呢。这年代，走到哪儿都需要通关录指。这原主要是真被揭发，怕是逃到天涯海角都要被追杀。科举舞弊，罪同谋逆，按律当斩。到时候，就不只是一把枪能解决的事情了。逆子，你还看？要不是为了你，哪来这么多破事儿？林大，你且把我们当日舞弊的事，当着这个逆子的面细细说一遍，省得到时被人问起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这里就不得不提少爷的婚事了。老爷当年的同窗里就有大前上一任首辅旗秦守熙，而我林家和秦家早就定下了婚约。继续说。秦首辅入仕之后一路高升，得到当今女帝陛下赏识，位极人臣。不料却在风头正盛时暴兵于明德5年，只留下秦家孤女。为了能与之相称，兑现婚约，少爷需要有个功名，于是便有了老爷这一系列运作。可没成想如今竟被人揭发了。所以，我为了能迎娶她，科举舞弊，弄了个解元名号。女帝感叹秦首辅劳苦功高，册立认了秦家遗孤为义女，就此封为监花公主。我靠，那我不是当朝驸马吗？这个公主长相如何？监家公主向来深居简出，姿容秀丽，在胭脂榜上都名列前茅。这么说，她还算配得上我。现在是娶媳妇儿的事儿吗？现在是掉脑袋的事儿。就是因为要掉脑袋，我才想先娶媳妇，为我们老林家传宗接代。要是我死了，咱家就断子绝孙了。你还真是头脑清晰。若真的事发，你就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哪怕你进了天牢，为父也能去活动活动，走些关系捞你出来。你要是有能力救我出来，这事儿都不至于被人发现，还在这吹牛。林大，你再说说关于科举舞弊的事，目前还有哪些知情人，还有哪些披露？去年秋闱赌弊，监考的主考官与老有旧识，但他在查严正漕运时莫名暴毙，其他几个副官要么不知情，要么也死于非命。如此一来，知情者已经死绝，不会有口供。死无对证，那怕个毛啊！我的公子，小的也知道这个理，只是少爷您肚子里有多少冒匪，心里难道还没个数吗？这随便一考，一问一答，便要露馅儿啊！京中马上派人彻查此事，听说还是个大儒。若真是如此，或可有一线生机。你可知是谁在检举我林家？密不透风，对方尚未到清河，暂时还没可知。实在不行，爹这就备上几匹快马，将你送至国外。现在走，来得及吗？区区大儒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我袖口一吐，就是盛世天下。公子，这是你要的书。放在那儿，你去吧。唐诗宋词我背了不少，但还是得了解一下这个朝代的文学底蕴。不就是背书吗？我3岁识千字，5岁背唐诗，7岁熟读4书5经，8岁时精通诗词歌赋。这书我拿起来就能一目十行。萧大，
宣蒹葭公主进宫。诺。臣奉提司统领蒹葭参见陛下。快平身，你这丫头跟朕还客套起来了。你看看这份奏折。听说那通州第一纨绔林默，在通州为恶一方，欺压良善。去年乡试赌弊，诸多学子检举无门，只因其父是通州主官。如此品行，如何能配得上你蒹葭的花容月貌？陛下息怒！蒹葭，你说这样的人，朕是逐了他一人好，还是夷他九族？我知道你念着你父亲的身后清明，但法不容情，你且去清河去探个究竟。若是这林家真如传闻所言，那朕绝不姑息。若事情属实，不用陛下动手，我亲自手刃了他。劳烦老师来车马老祖来清河，弟子无以为报，只得尽心服侍。都疏通好了，那林家纨绔舞弊案的试卷我也已经带来，到时公堂之上自有人会为我主持公道。务必能将欺世盗名的林默拉下马首。老夫在清河还有些故交需要拜访。好，老师有何吩咐，随时唤我便是。这般大儒亲自来清河，林默，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？连性感的大姐姐插话都没有。挡住我的光了。清风不识字，何苦乱翻书？少年郎，书不是你这样看的。那您的意思是，我要用功读书？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？就像你哥也不想你哭，不想你子必能解纺织，想命格化又哭，所以我要用读书。看此人锦衣华服，我此趟来清河，倒也不是什么秘密。莫非是哪家王孙公子认出了我的身份，故意来我面前惺惺作态，好落个印象？年轻人，看老夫如何羞辱你！哼！哼！质如书童，可笑可笑。哭诸无实，堪怜可怜。空苗不成穗。哟，这是讽刺我这棵空心禾苗长不成稻穗，难有结果。老竹亦空心。有趣，你这后生虽是无礼，倒是有几分辩才。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，虾吃水，水落石出。师傅压师娘，师娘压床，床压地，地动山摇。你粗鄙！粗不粗鄙我不管，我就喜欢我这款。老头儿，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，千万别生气，生气动胎气。玉儿，还在生气？那小子说你把他囚禁在水匪寨里，不光不给吃喝，还蹂躏不止，在外败坏怀他的名声。玉儿，你这种做法太极端了，而且那林公子可是经商奇才，留着对我等有用。听姨一句劝，女孩子家可千万别学你那冷血的爹。江姨，那小子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
让你对他如此亲眼相看。他喜欢背后嚼舌头根是吧？早晚我把他的舌头割了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况且那小子我还有些用处。玉儿，给姨几分薄面可好？那小子才商冠绝，若是能培养一番，或许可以成为我的左膀右臂。既然江姨开口，我自然不会再动用手中权势。但若是他自己又犯到我手里，可就怪不得我了。那是自然。就为了林家那小子，你就给那女人写信讨摄照？那个女人可不像他那一串神圣仁德的名头一样人善。那小子的价值足够抵得上这份人情了。你进门不会敲门啊？公子，不好了，老爷召你去衙门，科举的事发了。这不是凤提司的监家公主吗？没想到她也来了。这凤提司可是皇权特许，缉拿百官，有先斩后奏之权。还有那周同之、方四乙，整个通州的2号人物，还有那位咱们大前的文学太走张仲文，被诸多文人奉为圣师的存在。堂下何人？为何状告本官？本郡林家。我乃是废物，安敢辱我！把这位马脸兄给我扶起来。本少倒要看看这个四处败坏我名声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林默，你安敢放肆！大人，今有贼人在市井中四处污蔑本公子，按大前律例，诬告须反坐，还望大人明察。林默，你科举舞弊，清河百姓皆知，你还敢反咬一口？这位马脸兄，你说整个清河的百姓都知道我科举舞弊？好，来，你问问那边的百姓，可有谁愿意来这公堂之上为你作证？竟然是他！此子虽狂傲，但看着不像是徇私舞弊、不学无术之徒。莫非是哪里误会了？你这是强词夺理！谁不知道你林家是这清河地界一霸？若是检举你，遭来你们的报复怎么办？你这是以权压人！公堂之上岂能如此喧哗？方大人，公堂论辩，百姓发表意见也是人之常情，不必如此严苛。是下官逾矩。林知州，你和林默是父子关系，依大前律例，理应回避。还有这种规定？哼，那本官回避即可，但还望方大人能秉公执法。那是自然，下官定会按照大前律例，还天下学子一个公道。玉儿，你觉得林公子能度过此关吗？难说，他要是能过，我就为我以前做的事当面对他道歉认错。我倒是觉得林公子可以。林默，今日当着几位大人和我老师文学太造张仲文的面，你可敢说你那乡试的名头是凭本事得来的吗？本公子学富五车，考个解元，还不是老太太吸鼻涕，手拿把钻？真是口出狂言！我考了几十年都没有考上，在他嘴里却和老太太擤鼻子相提并论，也亏这林家纨绔敢说，让咱们情何以堪呐！这个张青问也问不到点子上。肃静！张生，你可有其他更确凿的证据？你既然觉得如此简单，那为何今年不去春闱博取功名？我看是心虚了吧？
知道自己考不上，所以索性不去。家父自幼给我定了一门亲事，因为我那未过门的娘子家，我不方便去参加科举。老子跟你说得着吗？荒谬！林默，你说的这话简直是滑天下之大考！我看你分明就是在狡辩。林默，你这理由说不通。科举乃家国大事，岂能因一不懂事的夫人智慧而罢考？若真有此等不通事理的夫人，本官为你做主。你这娘子究竟是什么人？但说无妨。好，方大人真是好胆魄，大人为我做主，在下感激不尽。不瞒大人，在下那未过门的娘子，正是女玉帝陛下亲封的奸杀公主。依据大前律例，外戚不得干政，驸马不得科举。我虽无驸马之实，但名分早已定下。若再去参加科举，岂不是知法犯法吗？还请方大人明鉴。此话当真？此事本来我林府密系，本不足为外人道也。但若是涉及本公子清誉，便也不必隐瞒了。即是如此，那此事就不必再讨论。张青，你还有什么如山的铁证能定林默的罪吗？这可是即将要成为当朝驸马的人，拿不出证据就是诬陷。回禀大人，我还有一个物证，此物必能证明这林默的科举实乃舞弊。呈上来。这便是他当年解元的考卷，他若没有真才实学，便不可能答得出这上面的题目。如何？你敢当众答题吗？我的秋玉试卷，你又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前些日我在家门口拾得一个卷宗，打开一看，正是去年秋闱林默的试卷。虽不知这考卷是何原因跑到了我家门口，但这上面的印泥确认无疑。哼，小子，我看你还有什么翻盘的机会？这理由你自己信吗？不管我信不信，反正大人信了就行。如何，林默，你不会是不敢了吧？方四道，你司掌文读，这去年的考卷为何不送往京中礼部？林大人，去年末管理卷宗的库房因小意疏忽起火，导致许多考卷被烧毁。此事我可早就上报礼部请过罪了。至于这卷子是何人所盗，那就是另外的案子了。还是请林大公子先想想该如何答题吧。明目张胆的狼狈为奸了是吗？本来想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，换来的却是你们的冷言和嘲笑。林默，你还想诈我们？你分明毫无才学，一个胸无墨点的草包，找人代笔窃位，还有脸颜颜狂吠。非是我等不愿意相信林公子，如此也好，能快速地偿清林公子的污名。敢问林公子是准备用笔写，还是我来念题呀？想看我提笔可都是要花钱的，你给我念。不过什么？你还有什么借口？我怎么知道那卷子是不是真的？你若是随手伪造一份，我岂不是百口莫辩？这考卷你得给我看一眼。大人不可，他要毁卷，来个死无对对。我若毁卷，
便是心里有鬼，甘愿认罪。哼，这试卷确实是我所作，请二位出题吧。我看你还能装多久？马上就让你原形离露。首题：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你是怎么答的？破题之句便是圣人之政，以德为纲，纲举则目彰，北辰之誉，明其本也。不可能！怎么会一字不差？难道这题真是他自己答的？这题，这最后一题。若舍得而任行，则民畏而不怀，虽震慑，终非长治久安之策。虽震慑，终非长治久安之策，一字不差。策之安长久长非中，摄朕虽怀而不为民则。你又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啊，他在倒背，这是真正的倒背如流啊！如何，张公子满意了吗？还有下一题吗？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这点雕虫小术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？给爷爬！我私下里派人调查过，相似舞弊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。没想到此子竟真的天赋异禀，仅仅只是看了几眼考卷并倒背如流。此等人才竟然差点被我杀了。方大人，如今高下已分，这狗东西污蔑我林氏作弊，可有定论？若是你再提不出什么新的证据，便坐实了是你诬告于我。张青，你虽是进士，但凭空捏造事实，诬告他人，免不了杖刑。来人，等一下，方大人，这小子肯定是用了什么手段，请让林墨再和我比试一番，誓词经已皆可。我定能揭穿这小人的面目。你再给我乱咬狗叫试试，你让本少和你比，本少就要和你比。只要你和我比试，我若输了，提头来见。可敢与我去松鹤书院再比试一番？可以，若是能让你输个心服口服，倒也无妨。只是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你如今诬告罪名已经成立，还是先挨过了这40棍再说吧。方大人，行刑吧。来人，杖刑40，立即执行。没想到这小子平日里不学无术，上了朝堂倒是有几分真本事。这小子既然认不出我的假身份，那就留着他。老邓，你这不行啊！混账东西，敢说老子不行？看老子能不能打断你的腿！少爷，江夫人在偏厅等着你呢。我最恨的就是别人说我不行。林墨，每次见到你，你总能带给我不一样的惊喜。彼此，江夫人，这些都是小场面。夫人，这个母夜叉怎么也来我林府了？而且还一副男不男女不女的打扮。混蛋！再唧唧歪歪，我就揍你！看你那个知州老爹敢不敢吭一声！好了，林公子，你和玉儿之间有误会，我已经替你解释过了，以后你们是朋友，不是敌人。多谢夫人。
既是如此，不知我那10万两黄金你何时归还？算算日子，你可只剩7日了。夫人放心，1年之内我定能凑齐。等等，只剩7日？不信，你自己掏出来契约看看。当初可是1式2份的，你那份在你那里，我可没办法做什么手脚。得，甭问，又是江夫人的商贾小魔术是吧？知道就好。林公子，这第一次正式来林府，有没有什么礼物送给我呢？靠！刚跟我玩完手段，还有脸找我要礼物？拿老子当冤大头是吧？当然有，江姐姐来我林府，那自然是最高规格款待。但是礼物嘛，姐姐富甲天下，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？我那些破烂儿，怎么入得了您的法眼？我便赋诗一首，聊表这些时日江姐姐的援助之情。这混蛋，你管江一一个口一个姐姐，岂不是把我叫小了一辈？敢不理本小姐，等写完，看我不好好收拾你！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写的狗屁不通。等一下，这诗才华横溢，字字珠玑，不会是你抄来的吧？只是我怎么好像在哪里听过？听过？难道还有穿越者？此诗乃是我昨夜梦到一神女下凡，姿容绝世，眉如远山寒带，眸似秋水横波。我只是将梦中所见写出来而已。今日再见江夫人，才知道此诗与夫人绝配。油嘴滑舌，不过这诗确实是好诗。我这20余年里都没见过意境如此优美的诗句。智儿，你说呢？哼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哼。哦，对了，我给赵姑娘也写了一首。我也有，快给我看看。唉，此诗实在非同小可，还请赵姑娘将诗带回家细细品读。切记，带回去细细品读。玉儿，天色不早了，走吧。雄兔脚扑朔，雌兔眼迷离，双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？这个林默居然敢嘲笑我！对了，这个江陵鱼竟要我7日内还他10万两黄金，必须得想个办法。这位公子，新鲜的乌梅汁儿，尝一尝。乌梅汁，乌梅汁。有了！我要做全宇宙最牛逼的饮料！林大，这臭小子又想干什么？这才刚消停几天，这小的也不知道，只知道少爷要了许多熟透的山楂、葡萄，还有酒曲，让我们把这些东西放进陶罐里密封，其他的就一概不知了。你这小子，还让你爹过来给你当苦力！我的老父亲，
我这罐子可金贵的很，这些下人没轻没重的，万一坏了一个可就误事了。这不是能保一个算一个吗？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？自然是当街出售这些饮品了。饮品？我没听错吧？你想在这集市上卖饮品？这整条街的人都喝惯了咱们清河特产乌梅汁，谁会品尝你这来历不明的东西？谁不知道林公子你不学无术，脑门一拍做出来的东西，竟想和闻名遐迩的乌梅汤一争高下，真是可笑！你还是自己闹吧，我可丢不起这人。开口乐简直闻所未闻，这能喝吗？诸位，多说无益，这饮品味道究竟如何？各位一尝便知。我还想了一句广告语：你爱我，我爱你，开口可乐甜蜜蜜。林大，给这位公子盛上一碗。哦，对了，别忘了把这个加进去。这难道是冰？夏日炎热，存冰宝贵，这饮品你准备卖多少银子？我们可喝不起。只要5文钱。比乌梅汁足足贵了3文。不过，若是能享用这冰雪凉水，倒也值了。当然，存冰有限，故此每日只有这头前卖出的5碗开口乐，才可享受加冰待遇。真是精明的东西。这位仁兄若是不信，一尝便知。我保你尝了我的开口乐，其他东西全都难以下咽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开口乐在我嘴里噗噗直跳，味道呢？味道如何？酸中带甜，有股说不出来的果香，再加上这存冰，更是清凉解暑。公子，我刚才也尝了一碗，这开口乐果然是能让人喝了就开口乐个不停啊！公子果然是天才。开玩笑，这可是前世畅销全球的可乐，跨时代的味觉打击，区区用梅汁，不堪一击。把这些铜钱拿去和下人们分了吧。这买卖的收入您不要吗？光靠着卖饮品的这几个铜板，8辈子也凑不齐1万两黄金。我自有妙计。好了，你先回府吧。对了，回去告诉我爹，明日我还要取些存冰，叫他别小气。是。夺人钱财如同杀人父母，林墨，我要你死！林公子，今日的盛况我都看到了。我这开口乐味道如何？我可是特意为你保留了一块存。果然是绝世无双，若是能传入京城，定是大有可为。我已吩咐下人制作了不少，你这次进京，便可将这些东西带去。这利润嘛，3期分成即可，我只要70%，余下的尽归你所有。痛快！公子果然是生意人，你不发财谁发财啊？只要让刘复光将这东西带到京城，定能掀起一股热潮。到时候，且慢，你这声音，你不是央梅之滩老板吗？哼，知道自己死在谁的手里，也算你走运。我卖个饮品，
你们就要置我于死地？你那东西，我尝了，口感甘甜，还白送冰块。你这么干，我们怎么活？断我们财路，如同睡我们媳妇儿。我们一整条街的乌梅汁全都没得卖了。你这混账，罪大恶极！不是，就这么点小事儿，也至于取我性命？这里不行，你们换个地方卖不就好了？你知道个屁！连我那清河县邑边上的娘子都有所耳闻。长此以往，你这饮品定能传遍整个清乐清河。到时候我们连生存空间都没有。反正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要么交出配方，让哥几个一块发大财，要么就把小命留在这儿。配方是不可能给你的，当然，命你也取不走。好小子，够硬气！那你今天就死在这儿吧！这是什么功法？难道你是上三品高手？快走！火气一出，神功无用。林公子，哟，这不是我大前的文学界菜狗吗？是文学界泰斗，公子这是还在生我的气。我那猎徒竟不知收敛，还闹着要和公子再比一场，实在给公子添麻烦了。无妨，何况我今日来，也不只是为了他。上次事件虽然我已证明我的清白，但听闻这松鹤书院中还有不少学子和那张青一样，认我为欺世盗名。今日我便是来证明的。果然是真金不怕火炼，公子，请。这些板子不是打在我的屁股上，是打在你们脸上呀！一个欺世盗名之徒，竟当众逃脱罪责，而我竟挨了40大板，这是什么世道？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竹林贼，今日张大哥就让他原形毕露。如今已是5时3刻，已到约定时间，那林默恐怕依然龟缩府中，这便是怕了。想来定是拒了我等锋芒，我叫他一声，他都不敢答应。林默，爷爷在此。上次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办法，骗过了衙门，让方大人反而责罚我。今日这松鹤书院是我们学子的地盘，定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林贼，你可敢与我文斗一番？考题可以背，但这文采可背不来。输了的跳进清河游一圈。你喊啥？显得你嗓门大呀。你这马脸老哥倒是有趣，次次见我都要摔到地上。你少废话，你竟真的敢来！这其中怕是有什么误会，林公子并非草刀，诸位还是量力而行吧。没想到连张大儒都被你蒙骗了，老师，您可要擦亮眼睛啊！既然文斗比试，自然要有评裁。既然各位都认同张老先生，那便让他来当主评吧。这样也好，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哄骗老师的，不过经此一斗，便可让你原形毕露。承蒙错爱，老朽只是略通些笔墨，愿为此次文斗长眼裁断。只是单我一人，恐怕难免有偏颇之嫌，不如请书院院长陈松鹤与我共同见证，能和张大儒共同裁定，是后生在下荣幸。
奉提司统领监虾，奉陛下条令，特来松鹤书院监察。蒹葭公主，她怎么也来了？一直听闻蒹葭公主骁勇善战，巾帼不让须眉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宇不凡。原来蒹葭这小娘们儿竟如此英气，整天用面具挡脸，还以为有多丑呢。这是来试催来了，正好让你看看你男人的雄风。小的书院院长陈松河见过公主。奉陛下之名来监察你这松鹤书院。不过既然今日如此热闹，我也来凑一凑。好，连圣上都亲自派人前来，看来今天你是跑不掉了。3位判官，我这就与他一斗。今日我便让你身败名裂。请老师出题。既是书院，便用劝学来做第一题吧。题材不限，答意即可。老师果然还是向着我的，知道我在此方面最是拿手。家贫犹借月为灯，破卷10年功成名。若得朱笔掌中握，定叫孤寡不零零。哼，此诗已是上等之作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写出来什么惊天动地的东西来打败我。立意与遣词作字都属上乘，前一句乃是家贫，却不坠苦读之心；后一句则是功成名就后的志向，虽有匠气，却不失为静品。第一句借月当灯，用月光清冷以喻志节清白，未言苦而苦自见，不错。不愧是进士底蕴，甚好甚好。竟然托举生欠死啊！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怎么样，小子，肚子里没墨水吧？实在可惜，你以为你的对手是我？你的对手是这中华上下5000年的诗词瀚海。都懂开，我要开始装逼了。这是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哪得青石举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这写的是什么东西？嘿，让你写劝学，没让你写风景。林墨，我就说你是不学无术吧。你们都怎么了？笑啊？怎么不笑？再不笑，我可挠你们胳肢窝了！好诗，好诗啊！不，这是首绝世名诗。院长，你这是何意？这明明是首风景诗，怎么就成了劝学了？诸位且看这方塘，半亩之地，如见开镜，天光云影，皆可映于其中。澄澈清明，
这便是求学之人的本心和学识啊！原来如此。最妙的莫过于最后2句：如何使这塘水长清如许？唯有源头活水，源源不断地注入其中。这便是我们求学者的一生，妙极！此诗正合书院育人之本心，当为诸生典范。陈院长果然能够探出其中深意。我开书院50余载，等的就是此诗。不知可否能请林先生割爱，让我将此诗挂在书院大堂？陈院长请便。那输赢呢？这一局林默胜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那我的呛穴，张生，你的呛穴虽已属上品，可这是仙品啊！我敢说，这首诗寻其100年，也仅能得此一首。仙品，100年不遇，就凭他？就凭在下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丢人现眼了。没关系，这次只能算你歪打正好，看着外面的风景随口一咏，便被院长解释成仙品。这明明是院长的著书精湛，与你何干？我再与你比下一题。老师，请出题。不如请艰囊公主也出一题。我本是习武之人，不懂得什么文章词造，那这次便以边塞为题吧。边塞，我有点子了！黄沙万里赴戎机，铁衣映月照。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教连营。800里分麾下炙，50弦翻塞外声。沙场秋点兵，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可怜白发生，铁衣映月照。什么？我虽不懂诗歌，但这诗好像让我听到了军营的号角，不是战鼓。我已经看见金戈铁马了。好一个沙场秋点兵，好诗，好诗！不对，这诗犯规了！终于让我抓到把柄了，林默。这诗的立意极好不假，可这诗对当并不公正，句子长短不一，实在是……我看中的也恰恰是此处。行武出身的将士，就是要有这般打破枷锁的气魄。条条框框，岂不是被束缚？经过公主点拨，似乎的确如此。上阵杀敌，最忌的就是墨守成规，时刻懂得变通，才更符合边塞之诗。况且，这或许对文坛也是种革新。谁说这诗就一定要对战工整？长短句更能拓展创作。公主，那我的……你这只写了2句啊，让我如何点评？这一局，林默胜。谁说林默欺男霸女、不学无术的？这传言有假。他分明是文曲星转世，天之骄子。老师，下一题。这最后一题嘛，便做一首咏物诗吧，就写着竹子好了。此题虽看似简单，咬定，但青山不放弓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女东南西北风。写的
好啊！好事，好事！此事妙在借主写心，破岩立根是手心，江风难摧的是吾辈风骨，字字接骨，句句藏志。这一首诗写完，再无人敢永逐了。如何，麻子哥？还比吗？任尔东南西北风，我一辈子也写不出此等诗句。我输了，愿赌服输。麻子哥，你想还资深学子一片清朗，我不反对，但你挑错了对象。至此，此事便了结了。化敌为友，林公子着实不简单。若今日再无要事，我便不在书院叨扰了。林公子，只要你愿意来，我这书院随时欢迎你。监察之责已完成，告辞。那臭小子当真写了3首百年不遇的奇诗，千真万确。老爷，整个松鹤书院都传疯了，说公子是什么扫把星下凡，那叫文曲星。没想到这小子还真有些文采。听说那天那古怪的饮品你们卖的也不错。是，只是这几日虽生意兴旺，但也快把存兵消耗完了。存兵？我林府兵教里的兵？这个小畜生，去把兵教的锁子了，给我换了！他再敢偷兵，打断他的腿！是。公子回来了。唉，我去了趟松鹤书院，可累死我了。去，给公子我弄点吃的，再找几个丫鬟捶腿敲背。公子，你在书院的事儿传到老爷耳朵里了，老爷欣喜若狂，就让我把冰窖的锁给换了。他那是欣喜若狂吗？他那是发现我偷兵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位商人在客厅里等你半天了。商人？走去看看。义父在上，请受孩儿一拜。刘富商，快起来！何故行如此大礼？这开口乐一到京都便开始风靡，现在已是一碗难求，我们赚翻了。还请林公子再多做些，下次我再进京，继续带进去卖。这样做太麻烦了，不如我直接把这方子给你，如何？这样更好，我立刻拿了方子，召集人马，开始更大规模的生产。假以时日，这开口乐定能卖遍整个大钱。但是你要保留我的名号，称其为林氏开口乐。放心，这个好说。刘老板痛快，只是这价钱。刘老板刚才也说了，这东西定能卖遍整个大钱。我找你要个1000两，不算贵吧？才1000两，不贵，一点不贵。我说的是黄金。黄金那又如何？等等，黄金1000两，黄金。林公子，一个方子要1000两黄金。不瞒你说，前些日子我也进了趟京城。什么？连圣上也在喝着开口乐？可不咋的，你若掌握了这方子，定能讨圣上欢心。如此一来，这1000两黄金可就是9牛1毛了。好，1000两可以，稍后我便送到林府。还有一件事，这3张分别是鲜荔枝、葡萄、西瓜口味的开口乐，你若一并收了，我便给你个优惠。还有3种？当然，你若是不需要，我可就去问问你的竞争对手。
反正这几种口味配方各不相同，定能各占一方市场。倒是若是挤兑的你无处可卖，就不关我事了。别，你说多少钱，我照单全收。夫人，这是时下最流行的饮品，听说比那乌梅汁还要解暑呢。这是什么？清凉可口，口感独特。若是能量产，定能。听说是叫什么林氏开口乐。果然是这臭小子的点子，这名字也太烂了，林氏开口乐。没想到这小子还有这种手艺，喝了之后真的让人开心到冒泡啊！玉儿，你这几日怎么总往我这儿跑？不是还有要事在身吗？天气燥热，来找江姨散散心。上次调查的名单，看来和林氏一族确实并无关系。这下便又不知从何查起了。究竟是什么名单让你如此烦躁？是，哎呀，不提了。这是什么稀奇饮品，竟如此解暑？听说叫什么林氏开口乐。又是这个林默，说起他我就来气。明明身负如此文采，却唯独给我写了那样一首诗来骂我。好了好了，那林默再冒犯你又能怎样？他现在欠我们10万两黄金，我估计没个10年8年的还不上。咱们是他的债主子，而他是咱们的牛马。牛马就欠鞭子抽，早晚有一天我要抽得他怪我面前求饶。夫人，我来还钱了。林默，还不过来给本小姐捏捏肩？你疯了？还当我是你山寨里的阶下囚？我凭什么给你揉肩？别忘了，你还欠江姨10万两黄金。你现在是打工还柴，好吧？我是江姨的外甥女，当然有权利命令你。巧了，我今天就是来还钱的，正好你也在，帮忙做个见证。夫人，你当时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答应还你10万两以作报答。今天把钱尽数还给你，咱们就两清了。吹吧你就，这才几天，你就赚够了10万两黄金？除非你爹挪用朝廷公款，不然你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钱。林公子，我知道你一生放荡不羁，爱自由，可也不能信口雌黄，胡说八道啊。10万两黄金是很多人几辈子都赚不到的财富。夫人若不信，可以让红玉出门去看看。夫人，外面停着几辆马车，车上装着成箱的黄金。什么？红玉，你看清楚了，如果是10万两黄金，那都要堆成一座金山了。是有几大车黄金，但是也没到10万两啊。没有10万两，你耀武扬威的干什么？小小的装一下，不过分吧？外面的那些黄金就是你用开口乐赚到的。夫人果然聪慧，竟一下子就猜到了。林氏开口乐口感独特，能独辟蹊径的想出这种饮品配方，脑子里已经还有其他的想法。我没赌错，林默就是那个能帮我的人。夫人，你看我的那是什么眼神啊？林默，
下半辈子我吃定你了，你别想逃出老娘的手掌心。朕的吩咐你当耳旁风是吗？朕不是告诉过你，晚上不要来打扰朕，朕好梦中杀人吗？启禀陛下，蒹葭公主回来了。速传。蒹葭见过陛下。请陛下为蒹葭做主。蒹葭，林默那当徒子惹你生气了？你此去清河，应该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了吧？你放心，朕这就派人降罪，替你讨回公道。不，臣的意思是，请陛下做主，为我和林默完婚。蒹葭，你在清河到底经历了什么，让你的态度转变如此之大？走之前，你不是还对林默恨之入骨吗？这个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，那就3句。陛下，传言与事实不符，林默并非不学无术的纨绔，且腹中诗书气，甚至盖过了当朝大儒张仲文。竟有此事！不仅如此，陛下可听闻坊间风靡一种饮品，名叫开口乐，这东西也是林默发明的。若真如你所说，这个林默又能写诗，又会做饮品，那便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日后对我大钱大有裨益。蒹葭，你去准备一下，朕明日要便夫出宫，去清河微服私访，亲眼看一看这个林默。臣立刻召集禁卫随行。不必，人多眼杂，你一人足矣。林默，可以，你这个年轻人成功引起了朕的注意。怎么这么阴魂不散？本姑娘是看你一个人在这喝酒寂寞，特意过来陪陪你，好吧？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其实我一直不明白，夫人救我一命，为什么开口就要10万两黄金？10万两啊！这是要把我的下半辈子都搭上。起初我也不明白，但后来想通了，他可能把全部的希望都压在你身上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江怡的过往吗？我知道个毛线啊！我也好奇呢，没听说过夫人婚配，可为什么所有人都给江姐姐叫夫人？这不是矛盾吗？江怡是个苦命人，早些年她创办了烟波楼，声名鹊起，她也成为清河的女强人。可树大招风，烟波楼很快引来了众人的注意，更有人看中了江怡的绝世容貌，想将江怡和烟波楼全部据为己有。有这种事？那夫人为什么不直接跟我阐明情况？我爹是通州知府，一定能为他当家做主。如果这个人连你爹也动不了，什么意思？我爹是朝廷命官，如果在通州连我爹都无计可施，那就只能证明此人是皇亲国戚，或曾经与国有军功。此人到底是谁？平南侯陆虞。平南侯听说过，但是没见过。此人心狠手辣，却很少露面。他逼迫江怡嫁给他，还要霸占烟波楼，甚至对外大肆宣称自己要纳江怡为妾。江怡夫人的称呼就是这么来的。那10万两黄金呢？又是怎么回事？
江姨想要和平南侯划清界限，从此井水不犯河水。平南侯便让江姨拿出10万两黄金来买回自己的人身自由。不过现在时间快到了，江姨若是拿不出钱来，平南侯就要上门来逼婚了。也就是说，平南侯强迫夫人嫁给他，夫人不想嫁，就要用10万两黄金来赎自己的身。这跟敲竹娃有什么分别？平南侯这个臭不要脸的，这么大岁数还想老牛吃嫩草？林墨，你鬼点子多，想想办法。平南侯变态的，我不想江姨落在平南侯手里，那样他会生不如死。没想到你也有低三下四求人的一天。不过你当初在水寨差点要了我的命，让我帮夫人也可以。你得拿出点让我心动的诚意吧。不知道这个诚意能不能让你心动？何止心动，甚至有点激动。怎么围了这么多人？不会是江姨出事了吧？陆文轩，你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夫人，合约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，你拿不出10万两黄金，烟波楼就是我陆家的。对了，现在不能叫夫人，你以后要嫁给我爹平南侯，应该叫小娘。谁是你小娘？小娘，等你进了我陆家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你。我爹力不从心的时候，你随时都可以找我。你看看我现在年轻力壮啊！你跟你爹平南侯一样，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。你说的对，但在清河，谁敢动我平南侯府？继续给我搬！仗势欺人，辱没皇室威名，臣绝不能坐视不理。蒹葭且慢，看看林墨如何应对。把东西都给我放下！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通州第一公子林墨吗？是你爷爷我。哦，谁让你们在这儿乱搬东西的？平南侯的儿子就可以仗势欺人吗？把东西放下，不然我把你们扒光了挂在城门上。林墨，你侮辱本少爷也就算了，还敢多管闲事。告诉你，我平南侯府从来没把你爹放在眼里。他是通州知府又怎么样？见到我爹平南侯，不还是得点头哈腰？林墨，你现在走还来得及。我起初是打算让你帮我，但平南侯有爵位在身，纵然你有权有势，也斗不过他们。别因为我一个萍水相逢的人，毁了大好前程。我看起来像是那么不讲义气的人吗？东西放下，你们滚蛋！我就当今天的事没发生过。我不管你是平南侯的儿子还是皇亲国戚，你恐怕不能站着离开这儿。林墨，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在这么多人面前公然跟我叫板，是想跟我平南侯院作对吗？
这么大砍人的刀你见过没有？这么大仇人的大逼斗你见过没有？通州知府之子当中殴打平南侯世子，陛下，这事可大了。大了好啊，正好朕可以坐山观虎斗。平南侯是朕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林默说不定可以帮朕拔了他。你们都眼瞎了吗？这狗东西殴打本少爷，你们没看见？上，一起上！这就吓出冷汗了，我这是热的。夫人，麻烦把文房四宝取出来。要文房四宝干什么？陆文轩这混蛋无端生事，严重影响了烟波楼营业，造成了多少损失，他不得赔钱啊！让他立个字据。我身上没钱。没钱？没钱行啊！你平南侯府名下不是有一座青楼吗？名叫雪月阁。那你就把雪月阁抵给我，签字画押。你这是趁火打劫！雪月阁乃我平南侯府私库，绝不可能交给你。陛下因何发笑？遇事波澜不惊，有勇有谋。这个林默有点意思。蒹葭，咱们去客栈先休息吧。我倒要看看这个林默接下来怎么做。还好你们来得及时，不然我的烟波楼就要被陆文轩搬空了。平南侯行事真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。林默，你今天逼迫陆文轩签订了雪月阁的抵押字据，平南侯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他只会变本加厉的报复。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我还等他报复。有个这个字据，我就能把夫人欠平南侯的那10万两黄金平了。原来你都知道了。是赵玉姑娘告诉我的。夫人，你这外甥女是个大嘴巴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千万别告诉她。玉儿，别闹了。林大，去召集人手，还有赵姑娘你，也把你水寨里的那些流氓都找过来。你要那么多人干嘛？当然是去平南侯府算账。不过平南侯府有私兵，咱们两拨人加起来肯定比他的私兵多。我要让平南侯大出血。哟，侯爷真是好雅兴。江灵鱼，你们怎么进来的？从门口走进来的。江灵仪，再有2天可就到期限了，拿不出来10万两黄金，你就是本侯的下一个小妾。今天你带着这么多人来干什么？跟本侯耍小脾气啊？呸！陆瑜，你就是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！我江灵一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嫁给你。话别说的这么决绝嘛！你拿不出钱又不想嫁，那你身边那些亲人的安全，我可就保证不了了。哎，怎么还聊上了？侯爷，我今天来是来找你要债的。要债？要什么债？而且你谁呀？
在下通州知府之子林默，侯爷没听过我。看来还是我不够纨绔，竟然没能入侯爷的耳。原来是林家的那个败家仔呀！本侯早有耳闻。不过我平南侯府似乎不欠你什么。你的儿子陆文轩在烟波楼捣乱，对烟波楼造成巨大经济损失。我让他赔，他说他没钱，就把侯爷名下的雪月阁抵押给我了。你看看你个老登，竟然还想抢，顽皮！陆文轩这个逆子，让他出去办个事，竟然转眼就将老夫的雪月阁给抵押出去了。据我了解，平南侯府麾下有不少灰色产业，都是通过雪月阁来洗钱。雪月阁是平南侯府的命门，平南侯一定不会坐视不理。雪月阁里藏着太多我陆家的秘密，被发现别说倾家荡产，传到陛下耳朵里，诛九族都有可能。陆文轩这个畜生！陆文轩呢？陆文轩那个畜生在哪儿？给老夫找回来！侯爷，世子可能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，骑马出城了，可能是想等您熄火了再回来。我熄什么火？他现在就是给我喝云南白药，也无法弥补我内心的创伤。那侯爷，你看这雪月阁你是赎回去，还是不赎回去？你要是不要了，我今天下午可就派人接管了。你今天来平南侯府闹事，你爹林知州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就他那个小胆，要是知道肯定不让我来，所以我压根儿没告诉他。侯爷若是想赎，就拿钱过来。不过我这个人你也知道，时常留恋赌房，钱是概不拖欠，打欠条可不行啊。你要多少钱？我这就让人去取。20万两黄金。20万两黄金？你简直是要掏空我平南侯府的家底！侯爷此言差矣。侯爷逼迫江夫人的时候，不仅缠人家身子，还要连毕生心血烟波楼都抢过来。咱们俩是一丘之貉，彼此。谁跟你是一丘之貉？老夫一生风雅，鲜能与你这败家子纨绔相提并论。而且你想从我平南侯府白嫖金子，一分都没有。侯爷，骂我可以，但不能侮辱我的人格啊！我从来不白嫖。等啥呢？侯爷说没钱，你们还不去搜？你们敢！我平南侯府可是有私兵的，今日尔等无端擅闯本侯私宅，我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来人啊，来人！侯爷，他们带了大量的人手，闯进来的第一时间就把府内的私兵全部镇压了。什么？那为什么在他们进来的第一时间你不来通禀？侯爷，你不是说你现在年龄大了，最怕惊吓，所以做那种事情的时候，就算天塌下来都不允许我们进来吗？你这个时候那么听话干什么？你个猪脑子！行了，你们俩别在这听侯爷说相声了，快去干活吧。林默，江灵溪是要成为本侯妻妾的女人，你在本侯面前对她手脚并用，有没有尊重过本侯？确实有点不尊重。
觉怎么样？我还想要。你个狗官，贪赃枉法如此，还说自己没钱？这是西秦的夜明珠，价值白银3000两。赵姑娘，你再仔细看看。刚才是我看走眼了，这夜明珠是假的，价值3两。夫人，你快记。西秦夜明珠1颗，抵账3两。老夫几千两的宝贝，在你们眼里就只值3两，你们是强盗！我要去京城状告你爹！珍珠1壶，价值10两。玉簪1枚，价值5两。凤冠匣佩1个，价值30两。这可是上好的和田玉簪，请我大前著名工匠打造，要是拿去拍卖行拍卖，至少值上千两。你们，侯爷，这么抵债可不够啊！欠我的20万两得抵到什么时候？得想想你们家还有没有值钱的东西。放开我！你们这些流氓强盗，快放开我！这是公子，这是平南侯的女儿陆南溪。南溪妹妹长得果然白嫩啊，这小脸蛋儿一掐都能掐出水来。不要脸！侯爷，你看，把你女儿终身抵给我。你敢动我女儿，老夫跟你拼命！你们想要的是我之前逼迫江陵威签订的契约吧？我愿意以此交换，你们放了我女儿，并把文轩给你们的欠条留下，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。没错，是我当时签订的契约，就是这份契约困扰了我无数个日日夜夜，让我食不甘味，夜不能寐。夫人当时签了几份？只有这1份。契约我已经给你了，你也毁了，现在可以放开我女儿了吧？侯爷是个聪明人，肯定猜到了我的来意。要是早拿出来，何必受这么多苦？为了陪你演戏，我人设都崩塌了。哼！爹，南希，是爹对不起你。既然我想得到的东西得到了，我就不为难侯爷了。侯爷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南希妹妹，今日多有得罪，但你要相信，哥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。就不打扰你们父女俩谈心了，告辞。淫贼，滚！走吧。今日的仇老夫记在心里，有朝一日我必让你连本带利的还回来。累死我了！平南侯在朝堂打拼多年，什么样的大场面没见过？跟他斗智斗勇，我不知道死了多少脑细胞。
你主动给我倒茶，不会是往茶杯里下了春药，想要得到我的身子吧？江姨，我就知道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算了，你们聊吧，我出去透透气。夫人，我已经替你解决了困难，从今以后，咱们之间的羁绊就算是解开了，你可不能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了。凭什么不能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毁掉的是我和平南侯之间的契约，但我们之间的钱，你还没有还清，怎么能说两清呢？你干嘛？还想打人啊？我这么个大美人，你舍得吗？算我倒霉行了吧？夫人，你干什么？林墨，喜欢风韵俏佳人吗？而且，我以后不想听你叫我夫人了，我想成为林夫人，可以吗？林夫人，你要嫁给我爹啊？情况怎么样？陛下，林默带人强闯了平南侯府，不仅帮江灵溪要回了契约，还把平南侯气得吐血，险些气死。什么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林默抓住了陆瑜的把柄，利用平南侯的私产雪月阁做威胁，成功掐住了平南侯的命脉。平南侯无奈，只能就范。雪月阁应该有问题，不然以平南侯的脾气，就算鱼死网破也不会屈服。蒹葭，你去秘密调查一下雪月阁。我想平南侯不会吃这哑巴亏，他和林默之间一定还有一场商战。趁着他们鹬蚌公争的机会，将平南侯这颗肉中刺彻底铲除，正好也给你的小郎君雪中送炭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烟波楼的客人一天之内少了这么多？不好了，江姨，我们烟波楼的客人都被周围几个馆子抢光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烟波楼用的都是真材实料，且有自己的特色，这些客人怎么会忽然不来了呢？是平南侯搞的鬼，他花重金请来了从宫里退下来的大厨，还说打造什么宫廷御宴套餐，所有人就都被吸引过去了。这可如何是好？我就知道平南侯贼心不死。别着急，我有办法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林默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你怎么如此不知羞耻？找到了！当当当！将此物放进菜品里，可提鲜。我称之为鸡精。鸡精，这玩意儿能吃吗？这叫什么话？不仅能吃，而且会让你的味蕾炸开。速将此物交给后厨，并把招牌挂出去，就说烟波楼今日新增菜品炒菜。这个时代是没有炒菜的，看我露一手，让你们这帮土著知道什么是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。林默，你这鸡精果然好使，还有炒菜，我第一次知道菜还能这么做。都是皮毛，好好看，好好学。现在平南侯扶持的那些馆子、饭庄，都已经被我烟波楼上的没了生意。我烟波楼如今是一家独大。砸人饭碗的事儿咱们不干，通知那些饭庄老板，只要他们愿意和平南侯划清界限，就可以给他们几个炒菜的方子，一起发家致富。另外，我们的店面也要升级，多搞几个颜值高的女服务员，穿上点有特色的衣服，门口空闲地带划线，那叫停车位。
专门给富家公子小姐就餐停马车的。这个想法好，就按照你说的办。按照这种发展速度，很快咱们烟波楼的分店就能开到京城去。林墨小儿，滚出来受死！哟，你们父子俩和好了？林墨，都是你使用阴谋诡计，害得我和我爹反目。今天我们父子俩要狼狈为奸，让你好看。让你没事的时候多读点书，没文化就别老瞎用词，那叫强强联手。侯爷，不是说好井水不犯河水的吗？你今日带着这么多人来，是何用意？林墨，当初不过是老夫的缓兵之计而已。我平南侯上阵杀敌都不怕，还会惧你一个纨绔小儿？对，你敢折了我爹翅膀，我定毁你整个天堂！平南侯，你别仗势欺人。当初是你逼迫我签订了不平等契约，现在生意抢不过烟波楼，又想来硬的，有你这么不讲道理的吗？江灵瑜，当初本侯要纳你为妾，对你江家来说是何等荣耀！可你给脸不要脸就算了，还跟林墨这个纨绔勾勾搭搭的。侯爷，说话那么难听呢？什么叫勾勾搭搭？我们这是爱情，纯洁的爱情。我爱你买麻花情，给本侯上，砍了这小子！敢跟本侯抢女人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爹，我腿咋这么疼呢？文轩，你怎么样？林墨，你用了什么药法？离了那么远，让我儿受伤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冷兵器？以后是火器的天下。侯爷，我再给你面子，你可不要得寸进尺。你要是再敢骚扰夫人，不，现在是林夫人，我定让你血溅五步。林夫人，这个混蛋，难道不知道自己有婚约吗？竟然跟江灵瑜这个女人有奸情！林墨手里的是什么东西？好厉害！日后若能量产以为军用，必能让我大钱活力大增。还有林墨这长相，怎么一瞬间觉得这个小白脸这么讨喜呢？侯爷，你干的那些勾当，够你死10回8回的吧？我早就收集了你的把柄，我若报到京城，明日就有禁军来捉你。所以想活着，就别惹我，不然我可六亲不认。从此以后，本侯遁入空门，不再过问世事。还请林公子不要为难我一家老小。滚！